Gucci Gucci Louis Louis Fendi Fendi Prada Basic bitches wear that shit so I don't even bother I don't even bother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哈。大家好，我是你的 Lolo， 欢迎回来我们的时尚八卦系列。我们的口号是比历史更有趣，比八卦更真实。本期我们要来说的呢是万众期待的 Gucci。古驰创始人家族的黑暗历史。有很多小可爱说追我们的时尚八卦系列堪比在追韩剧啊，韩剧应该没我们这么限制级。对，既然要追求刺激，就贯彻到底了。那今天这个专题要说的 Gucci 家族内斗啊，可以堪比真人版的《权力的游戏》，其中有女色、暗杀、交易、夺权、上位，除了没有龙啊，一应俱全。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踊跃的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啊？在各大品牌屋的他们的官网上面，总有那么一栏是专门来介绍品牌屋创始人那些历史。你们可以去看香奈儿、LV 啊、Burberry 啊，都有这一栏。他们呢都以自己创始人的故事。为豪为起源，由此来展开设计出一系列后面的产品，但是唯独 Gucci 这一个品牌的网站上，就根本看不见 Gucci 家族当中任何一个家族成员的名字。相反的，Gucci 家族的撕逼大戏呢，则是一直是各种八卦杂志津津乐道的内容。是，不知养活了多少编辑社和编辑啊！还有我们。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聊一聊 Gucci 的发家史，我们将会详细的给大家剖析 Gucci 的创始人啊，如何从一代拎包门童变成了时尚的巨擘，让大家在八卦的同时呢，也一探品牌的成功奥义。这一切的源头都要从一个年轻人开始说起，这个年轻人叫做 Guccio Gucci。一听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啊，就不同凡响，自带一股意志腔。他爸小时候骂他说一定是这样的，就是 Gucci 哦 Gucci。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个小调皮，我一定要用靴子狠狠地踢你的屁股。我们好好来说正史啊。Guccio Gucci 这位年轻人出生于1881年的意大利。他的家乡呢，位于托斯卡纳大区的佛罗伦萨菲伦切，我喜欢的城市。菲伦切啊，很美的一个地方。那他的爸爸呢，是一个皮革匠人。和千千万万心中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Guccio Gucci 在10几岁的时候就拎起了自己的行囊，来到了伦敦这一个国际大都市。因为当时年纪非常小，而且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艺傍身，所以他来到伦敦之后呢，就一直在 Savoy 酒店当一个电梯操作员。Savoy 酒店可是伦敦著名的豪华酒店呀。是的，他在这个酒店里面的任务呢，就是帮助那些尊贵的客人拎包，再加上操作电梯。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小职位啊，但是我们 Guccio Gucci 并不是凡人，因为他从小就生长在那种叮叮当当的皮革作坊里面。他目光敏锐地观察到了出入 Savoy 酒店那些达官显贵哦，就是手上拎的那些豪华的皮箱，那些皮箱上赫然印着当时在上流社会当中非常风靡的大牌箱包品牌的名字，比如说有 HJK Van Sons， 还有 Louis Vuitton。顾小心里一想，哎，我爸不就是做那个皮箱的吗？是。佛罗伦萨呢，他的老家又是一个优质的皮料供货地。我还在这里给有钱人拎包干嘛？我应该做源头厂商，给这些有钱人啊做包。所以呢，他立刻辞了职，下载了阿里巴巴。那苦于当时没有阿里巴巴啊，那 Guccio Gucci 只能自己慢慢的摸索，开始自己的漫漫创业路。一开始呢，他只是在佛罗伦萨聚集了一批手工艺匠人来推出一些包包啊配饰，卖给当时的马术师。但是呢，他的野心显然是不显于此的。但凡他只要有一些盈余，他都会花重金去请更好的师傅，请佛罗伦萨、请托斯卡纳地区最好的皮匠师傅来到自己的店里面为自己工作，从而产生出质量上乘的优质的皮具。我看了有些UP主说他是在伦敦开的这家店。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他是在离开伦敦之前有专门去 HJK Van Sons 有去他们的工厂考察过，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在伦敦开的店。那通过 Guccio Gucci 啊，对自己品牌不停的改善呢 ，Gucci 这个品牌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啊，质量也就节节攀升，他们的名气也慢慢的在上流社会当中流传开来。经过10余年的资本积累和韬光养晦，在1921年的时候，也就是 Guccio Gucci 40岁的时候，他终于在佛罗伦萨开了第一家古驰的专卖店。10年磨一剑的 Gucci 产品啊，一经推出就在一夜之间爆火。对于皮革制造技艺的苛刻追求，让品质上乘的 Gucci 包包和配饰一下子就成
成为了上流社会争相追捧的爆款单品。有了爆款的单品，Gucci 和 Gucci 就趁热打铁，顺势在米兰和罗马开设了很多店铺。品牌业绩呢呈指数性上升。是的，1933年啊，大儿子阿斗就是 Gucci 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儿子，他就想我们的产品卖得这么好，那我们应该有一个更便于流传的标识，让大家可以更广泛的知道我们。于是呢，他就用自己父亲的名字 Gucci，他前面的2个 G。扣在了一起，变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双击 logo。对，然后火爆到至今，快手和抖音依然让大家双击。双击666。但是啊，好景不长，整个大环境并没有顺风顺水的越来越好，整个世界马上就迎来了2战。那在2战的时候，因为物资紧缺、资金紧张，就使得很多的牌子无法得到皮革呀，或者是很好的面料。是，就在我们之前迪奥也说过，2战的时候，就为了节约那些资源啊，大家使用的设计元素都非常简单。是的，那很多奢侈品品牌呢，就因为这个原因，纷纷的倒闭消退，其中就有我们之前提到的，就带领 Gucci 走上皮具这条道路的大名鼎鼎的 HJK Vincent， 就在那个时候就一下子撑不住了。对，那 Gucci 也是面对着这样相同的情况，但是人家儿子脑袋灵光。就我们要说到刚刚说的那个阿斗了，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号人物，因为他在战时的时候脑筋转得非常的快，一看皮革供货不足，于是立马把眼光转向了帆布，巧妙的利用印满了 monogram， 再加上红绿布条这样一个搭配啊，就把一场危机转变成了商机，不仅度过了难关，还再创爆款，大捞了一笔。对，就至今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个红绿布条啊，在 Gucci 的各种产品的各种角落出现。同样的巧思啊，还体现在了 Gucci 现在还大名鼎鼎的那个竹节包。就大家知道那个竹节的手柄，是因为当时物资短缺的一个应急产物，没想到就变成了这个品牌到现在最著名的标识之一。这是我在 Gucci 里最为喜欢的单品之一，我非常喜欢竹节包。我觉得就是平衡了那个奢侈品品牌过于油腻的形象。完了 ，Gucci 就学不到。我喜欢的。那就和当时很多爆火的品牌一样啊，Gucci 呢也搭上了好莱坞黄金时期的快车。是的，他找到了黄金时期很多的演员、很多的名流来穿他们的衣服，用他们的皮具。而且还直接用这些大人物呢来给他们的这些皮具命名。哇哦，他是看了隔壁迪奥的骚操作吗？是吧？那这些大人物里面也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人，比如说像肯尼迪夫人，还有著名的摩纳哥王妃 Grace Kelly。先来说说著名的 Jackie O Bag，这个包呢也被称为 Jackie Bag。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是以很开个玩笑。一开始啊，这个 Hobo Bag，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星月包或者水饺包这样一个包型啊，它不叫 Jackie Bag， 它叫 Constance。那爱马仕那个不是也有一款包叫 Constance 吗？就大家取名都很类似耶。对，它是 Gucci 在50年代为了迎合当时社会一个比较自由的风气而推出的一个男女通用的包。我之前在街拍里面看过男生用这个包，很好看，非常好看。没想到就得到了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也是第一批 fashion icon 时尚风向标一般的人物杰奎琳肯尼迪。对，得到了肯尼迪夫人的喜爱。她不论去到哪里啊，在街拍里面总能看到她背着这个包，而且有时候她因为想要躲避狗仔队的一个镜头，她会拿这个包来挡住狗仔队的镜头。我的妈呀，简直是天然的宣传资料啊！这稳稳的让这个包坐在了 C 位的这样一个舞台中央。这也就是现在很多的品牌在操作的方式，就是给很多明星、流量明星发他们的最热单品，然后让那些明星在背这些包。都是人家以前玩过的东西。所以啊 ，Gucci 家族一看，哇，这么好的商机，我怎么可能错过？于是，在1964年呢，就正式把这款包的名字从 Constance 改成了 Jackie Bag。那之后，这款包呢，又经过了 Tom Ford 以及 Alessandro Michele 的改造啊，就变成了现在还是挺畅销的一个包款吧。你以为 Gucci 只是蹭蹭政坛的夫人的流量吗？ No， 他呀，把眼光放向了皇室，还有蹭皇室的流量。1960年，摩纳哥王妃 Grace Kelly 以及她的老公 Rainier 3世啊，就出现在了 Gucci 位于米兰的一家店里面 shopping。王妃呢看中了一个竹节包，在正要付钱的时候，那当时在店里面营业的3个儿子 Rodolfo 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坚持要送给 Grace Kelly 一样礼物。那什么样的小礼物才能配得上 Grace Kelly 这样的高雅形象呢？什么呢 ？Gucci 品牌随即就邀请了意大利当时非常著名的插画家、艺术家 Vittorio Agonello。Gucci 就联合这个艺术家投其所好的，以 Grace Kelly 最爱的花卉主题为一个灵感，为他专门定制了一条集合了43种植物、昆虫、37种颜色的花卉丝巾。果然人与鸡不同啊！我们现在去 Gucci 还要排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才能进去，人家还有礼物送。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GUCCI 爆款的包包以及鞋子上面，双击老花加上花朵图案的这样一个搭配呢，也是 Alessandro Michele 把以前的这条丝巾，把 Archive 里面这个档案重新拿出来做了演绎。正是有着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狂蹭流量以及天时地利人和，通过 GUCCI 一家人的同心协力啊，让这个 GUCCI 品牌通过短短的30年成为意大利最顶级的品牌之一。业务范围包括箱包、鞋履、配饰，更是在60年代开设了成衣系列。这个家族企业啊，似乎一切都在向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高矮胖瘦。在1953年呢，GUCCI 家族的命运就急转直下。是的，这一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GUCCI 的时尚帝国版图啊，终于一路扩张，从欧洲开店一直开到了美国纽约，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第一家办公室。所以这是悲是吗？但是也在这一年啊，GUCCI 这个老爷子就撒手人寰了，并没有看到 GUCCI 这个名字享誉全球的这一天。那震慑家族的老爷子一离世啊，本来表面看是一派和谐的兄弟妯娌之间啊，就立马暗流涌动，都是钱惹的祸。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是什么让 GUCCI 家族分崩离析？是什么利益让阿斗父子反目？请收看下一期 GUCCI 家族史2之真富不过3代。那在本期节目里面呢，我们是详细的展现给大家看了 GUCCI 这个家族是怎么样崛起的，并且呢，我们说的比较详细啊，是想让大家能更充分的理解到整个家族的一个背景，是的，以及这个品牌当中一些经典单品的由来，而不是说把目光只放在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八卦点上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文化传播的作用，对吧？而不是说做一个长舌妇节目。我们不是吧？我们想说，品牌爸爸，我们还是尊重你们的历史的。那想要看八卦的小伙伴不要心急，在下一期里面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解剖拆析，到底 GUCCI 家族是因为谁而倒台的。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给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那我们下期八卦再见，拜拜。